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自然合理，西方为何强调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性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欧洲呢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地缘政治危机。普京认为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打击美国霸权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世界将加速进入多极化。然而，美国正在利用这场冲突强化其西方国家领导者的地位，而北约的重要性也通过这场冲突被加强了。未来的世界格局将走向何方？有人认为是多极的，也有人认为是二极的。当然，有些国家希望美国一直能保持霸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认为，俄乌冲突显示西方的主导地位行将结束，中国将崛起成为超级大国，而且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呢是自然合理的。布莱尔在伦敦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世界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点。接下来，世界将进入至少两极化的阶段，也有可能进入多极化的阶段。虽然俄罗斯发起了一场战争，但是决定未来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布莱尔认为的世界两极化阶段就是中美并立，而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将会非常合理，因为中国不是苏联。另外，布莱尔还认为西方不应该让中国在军事上超越他们。他指出，我们应该增加国防开支，保持军事优势，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重点。为什么中国军力的崛起会让西方感到更加焦虑呢？在西方国家的眼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俄罗斯喜欢用武力解决面临的矛盾，而中国更喜欢使用经济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取得成功。布莱尔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合理而且自然。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基于经济合作和贸易，而不是西方国家所惯用的战争和剥削。目前，西方国家所感受到的中国的强大，更多的还是源于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种力量可以深入西方民众的生活细节当中。当中国制造成为全世界的名片时，中国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不过，这样的超级大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日本曾经也是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曾经有超越美国的趋势，最后被广场协议所收割。德国经济也非常强大，同样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前苏联是超级大国，但是从经济层面上看，仍然算不上。最后呢，也难逃崩溃的命运。所以，当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超越美国之际，西方更大的焦虑就源自于军事优势。这也是布莱尔强调西方国家不应该让中国在军事上超越的真正原因。中国发展军事科技，其宗旨就是保家卫国，维护祖国的统一，维护地区的安全，而并非是以西方国家展开军事竞赛，争夺世界霸权。而西方国家则理解为，这样的军事能力是一个超级大国必备的条件。当今之世，美国是唯一在军事和经济层面都第一的强国，这也是美国能够维持其世界霸权的基础。中国要想保住自己经济发展的果实，就得与美国展开军事科技竞争，而且呢，还要获得一定的优势，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造003航母、隐身战略轰炸机、高超音速导弹、反航母的弹道导弹等等。其实，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与建成世界一流经济强国同等重要。布莱尔之所以强调西方国家要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竞争上已经无法战胜中国了，只能警告西方国家在军事层面要重整战斗队形，这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强化军事科技竞争的重要性。那么，布莱尔为何会如此焦虑呢？因为北约国家中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与中国相比已经严重落后，无论是航母、隐身战斗机、高超音速导弹，还是火箭炮、防空导弹，甚至是太空实力，人们甚至都想不出欧洲国家中除了英法的核潜艇以外，还有什么装备技术能够比解放军强的。当然，中国要发展世界一流军队，需要对标的只有美国。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